大家好，这里是桃色坏男孩，我是李桃。疫情的关系不能出国，很多人是不是都闷坏了？第一支影片就来介绍去年去日本的温泉之旅吧。我们和一群朋友来到了日本一间知名的温泉饭店，这间温泉饭店真的非常的大。除了本身有住宿区、房间、温泉区，另外还有岩盘浴、电玩区、饮食街，顶楼还有水上乐园。4楼整层是欧洲温泉区，6楼则是亚洲温泉区。男女分开使用，每个月更换一次。假设1月女生使用欧洲温泉区，那男生就使用亚洲温泉区。我们去的时候是10月，刚好使用欧洲温泉区。下午刚下到他饭店的我们一群人，正讨论着各自要去哪里玩。而我们当然是迫不及待要冲去温泉区一探究竟。哦，对了，这间饭店提供的便服真的很像在这边打工的温泉小弟。更衣室里置物柜的数量真的是多到爆炸，感觉整个台北市的人来洗温泉都不是问题。在入口处会经过一个像捷运站的闸门，然后进行简单的全身冲洗，这部分日本人做的还真是彻底。接着一进门就是一个超大的环形罗马浴场，马上就可以感受到欧洲温泉区的豪华与气派。至于沐浴的地方，就跟日式的大众澡堂没什么两样，一个人一个座位，让你坐好坐满洗净身体，然后一样给你一个小桶桶，让你可以冲水。第一站我们来到一个药浴池区，有黄色、紫色还有粉红色的温泉池，药浴包就直接放在温泉池里面，很容易被踢来踢去的。接着我们来到一个叫蓝洞的浴场，据说是仿照意大利卡布里岛的蓝洞所打造的温泉池，只是卡布里岛的海水真的有这么烫吗？蓝洞的旁边有一间蒸汽研发室，里面的盐巴真的是多到爆炸，把盐巴抹在身上去角质，对皮肤很好。对我们这些爱美的男子来说，怎么能错过这个机会呢？然后我们来到一个叫亚特兰提斯造景的温泉池，整个造景基本上就是一个沉没到海底的失落之城。远处的平台上有一面鱼缸墙，有一位大叔在上面睡觉，我们也上去看了一下，基本上就是让鱼看你睡觉的一个好地方。旁边有一间安静、空旷又独立的温泉池，看上去有一点恐怖，泡进去还真的很恐怖，因为超冰的。亚特兰提斯的后面是北欧的芬兰浴场，有雪中小木屋，还有个人泡澡的小木桶。我们绕了好久才终于等到小木桶没了。小木桶其实有点像按摩浴缸，但泡起来的感觉很奇妙。后面的小木屋其实就是桑拿室，光是整个温泉区就有3到4间桑拿室，这间是这里最烫的。日本人的皮肤是不是岩浆做的？后来我们走到一个吧台区，这里可以点饮料和食物，有一群日本青年在那边喝饮料聊天，边吃东西边泡脚，感觉很有趣。要不是我们晚点要去吃好料，不然在这里光着屁屁用餐的经验也是蛮不错的。出了温泉区之后，换上新的饭店便服，远处看起来有一间很舒服的房间，走近一看，没错，是休息室。刚才的温泉实在太好睡了，就把下午的时间浪费在这里吧。Hello， 各位粉丝，感谢大家收看《桃色坏男孩》的励志动画，在配音上实在是有点生疏呢。若有什么建议或想看的内容，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们。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